你是否总觉得球拍被球压住，打不出去？是否主动下你的会心一击也发不上力？是否你也想拥有爆炸般击球感？那就必须要理解超越器械3要素。这是理解超越器械前打球会很累，总觉得发力不流畅，力量打不满。理解掌握超越器械后，打球会变得轻松，感觉没怎么发力，球速也很快。一个视频带你理解超越器械3要素。Let's go！ 视频使用微尘降魔 K27040超弹中改，让你传导更彻底。外框矩阵棱形兼顾速度与控制。首先，超越器械不是羽毛球的专属名词，形容的是投掷类运动的发力过程，指在开始发力时，身体躯干的移动速度与力量领先于手中器械，从而将身体力量传导集中至手腕发出。这与羽毛球原地发力模式相同。比如甩鞭子过程中，器械指鞭子末梢，在甩动过程中出现超越器械，所以末梢速度极快。而甩棍子无法出现超越器械，所以末梢挥速明显变慢。但羽毛球并非原地发力运动，移动起来你会发现，只掌握身体比手先动依然发不上力。比如此时仰转体带动顶肘时，手腕没动，此时虽然出现了超越器械，但身体力量仍未完全发挥。因为羽毛球的超越器械更难更高级，需要做好3个事情：一、超越击球点的部位在挥拍中才能发出力，所以架拍时不可用球拍带动着上身后仰去找球，此时只有球拍超过击球点是发不了力的。正确的架拍是肘向后放，带动上半身侧身，身体和前者同样的移动距离可超过击球点更多。然而此时若直接击球，只能用上手臂力；若转体击球，也无法完全发上力。其一是身体向左转，手臂向前挥；其二是只用上了身体右侧的力量。若想用上全部身体力量，应先将左腿后踩至击球点后方，此时左侧核心区也被拉开，从而带动右侧顶髋顶肘将力量完全发出。所以超越器械第一个超越指击球前身体部位超越击球点才能发得来。若左脚后踩晚于挥拍，则只能用上一点点身体力量。错误的超越只有球拍自己够球。正确的超越是挥拍前令身体部分都超过击球点。第二个超越指挥拍时，前一个关节的发力要早于后一个。羽毛球发力过程中超越器械的器械是手腕，不是球拍。球拍是手臂的延伸，手指手腕是人体操控球拍的最后一道关节。我们应先把目标放在身体力量能否传导至手指手腕，再放于传导至手指手腕的力量能否在击球时发出。很多人认为超越器械就是让身体跑得比球拍快，然后用手臂抡拍子。关键不是身体超越球拍，而是将身体力量传导至手腕。在移动中，怎样为身体力量传导至手腕创造条件？快速架拍完成确认部为核心区拉开创造条件。左脚后踩，同时将重心转换至左脚，从而带动右髋前顶。此时腿部力量传导至核心区，核心被拉开。左手下拉，同时核心收缩，带动身体转正，从而带动大臂前挥。因手腕是器械末梢，所以手腕停在原地，最后再由小臂内旋将力量传到手腕发出。小臂上挥过程中，手指手腕需放松，小臂内旋带动的拍面转正，而不是手腕主动转动。此时力量完成了传导至手指手腕阶段。超越的第3个细节是击球后手指手腕发力区间超越击球点，才能将传导至手腕的力完全发出。若球拍碰到球就停止挥拍的力量也会立刻中断，所以我们要保证自己手指的握拍方式，在握紧时拍头可以超过手臂。当小臂上挥结束时，由于手指手腕放松，掌心会微微空出，此时我们应先用后3指发力握紧，将球拍向上挥动。但只用后3指握紧无法让拍头超过击球点，在击球瞬间需将食指根前顶，同时大拇指顶在食指根对立的宽面制动球拍。建议大家熟练这2步手指握紧带动手腕前挥的方法。1、2，手指是不可以直接抓紧，
手指提前抓紧，很容易让小臂与手腕融为一体，超越器械就消失。正确的。错误的。结合以上3个超越，并在击球前将手指、手腕作为器械，才是属于羽毛球的超越器械。我们下期见。